在大伙心目中啊，荣耀 Magic 系列最经典的是哪一代啊？可以走一波弹幕。去年 Magic 5 Pro 可以算是荣耀脱离华为3年以来产品力最强的一代，不错的屏幕素质，有长续航，除了长焦同价位弱一些，综合来说是比较水土了。但是标准版的刀法就比较离谱了，入门级 Zero 马达。主摄没有光学防抖，没有无线充电，没有 UF 4.0，加上巨松的温控调度，游戏表现呢也是比较拉垮，没多久呢就开始价格跳水了。那么今年在各家中杯产品力都明显提升的大环境下 ，Magic 6的表现到底如何呢？Magic 6的外观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上代设计，三摄呢依然是呈三角排布，但是变成了一大两小。在标准版上，最大的那颗其实是底最小的超广角。左侧是 2.5 倍长焦，右侧呢是主摄，倒过来看就是一个表情包了。新的相机 deco 造型，大家觉得好看吗？上一代相机边缘部分有一个曲面过渡，今年换成了一个整形的金属装饰圈，辨识度啊是更高了，但是手指触碰到 deco 边缘时也会变得有些割手。设计上的一个主要槽点啊，我觉得还是这个100倍、50倍的标志。别家旗舰机的后摄 deco， 要么呢是印上自有影像品牌，要么呢是联名影像 logo， 要么呢是直接不写。荣耀这边呢是连续几代都是最大数码变焦值啊，看着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建议后续呢直接换成自有影像品牌，或者说放个镜头参数得了。当然，质感这一块，我觉得 Magic 6对比上代进步呢还是挺明显的。亮面铝合金中框，光泽感更强，中框部分对比上一代呢也变宽了不少，握起来呢更有安全感。整机的重量平衡做得不错，没有明显的头重脚轻，尤其是这个海湖青配色，乍一看大家肯定会联想到 Mate 60 Pro 的雅川青。不过真机颜色上呢，荣耀这边要比 Mate 60 Pro 深许多。表面呢是磨砂触感，基本不沾指纹。正面是中置单摄挖孔，四面微曲，边框宽度控制出色。而且 Magic 6有一点做的比较好，就是垂直中框和屏幕曲面过渡呢是衔接比较顺滑的，不像小米14 Pro 的垂直中框凸出来一截，会有明显的硌手感。那么满分10分，你会给 Magic 6的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去年Magic 5因为没啥散热堆料，实际游戏温控调度呢是怂了一批啊。原神这种高负载游戏，硬是用8进2跑出了火龙8的帧率，所以说 Magic 6的游戏表现应该是大伙都比较关注了。直接来看一下原神和星铁测试工具呢是性能狗，原神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测试，平均呢是59.6帧，整机光呢是5.3瓦，机身最高呢是45度左右。查看 CPU 调度，3个高频 A720加 X4大核都积极参与运算，都是快速提频、快速降频的策略，利于控制整体的功耗。星铁测试呢同样表现出色，平均呢是59.4帧，整机光呢是5.8瓦，没有降分辨率，这个帧率功耗甚至都略强于 iQOO 12了。机身温度呢是46度左右，但是因为热源集中在顶部边框位置，实际手掌的温度感知啊，相比其他机呢会更加明显。CPU 调度策略和原神类似，3颗3.15 GHz A720和 X4大核根据负载的动态调频，频率上限呢是2.52 GHz， 另外2颗 A720基本是全程压在低频，20分钟游戏中核大核平均频率呢是 1.93 GHz 加 0.74 GHz 加 1.83 GHz。王者荣耀高清120帧模式，全程无压力，2.8瓦，温度呢是38度左右，功耗温度表现呢都挺好。游戏过程中，中核和大核固定在1 GHz 以下低频，小核频率飙到 1.34 GHz 以后，由中核大核提频接力分担性能压力，让各个核心基本都跑在高能效、低功耗区间。对比部分8进3机型，跑王者经常让小核飙到中高频，功耗的控制呢会更好些。所以今年 Magic 6的游戏表现啊，基本是不用担心了。低负载游戏的功耗控制，高负载游戏的帧率、温度表现呢都不错。一方面啊是8进3的 CPU、GPU 能效进步提升，另外呢就是游戏调度策略、温控、散热方面，相比之前的 Magic 5啊也是明显改善了。续航方面，在我们的纯5G 数据浏览模型测试中，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26分，表现出色。就是这个66瓦，对比今年很多中杯机型动辄100瓦、120瓦的速度，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 9.68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45分钟。今年 Magic 6宣传的一大卖点呢，就是432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实测75尼特以下呢是4320赫兹的高频 PWM， 但75尼特以上从上一代的单脉冲 ADC 变成了360赫兹。这个360赫兹高亮度下和一加 A43、一加12类似，占空比呢都挺高的。不过 Magic 6在150尼特到75尼特区间，其实呢会有一个频闪链化，黑条呢会变得更粗一些。同样是8T 电路 LTPO 屏幕，荣耀这边呢也没有像一加那样提供中高亮度单脉冲 ADC 调光的选项，后续会不会更新支持暂时未知。
这块屏幕呢支持了1赫兹 ALD 常亮显示，可以在熄屏状态下显示通知消息。手机锁屏、横屏放置呢可以触发桌面摆台功能啊，这波呢是属于致敬 iPhone 15 Pro 系列的。亮度方面，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539尼特，表现出色。第3方 App 纯白底手动最高亮度呢是773尼特，激发亮度设定也比较激进，2万 lux 呢就可以激发到1000尼特加，5万 lux 呢则是可以激发到1300尼特加。对比 iQOO 12的激发亮度明显要开放不少。鲜艳模式覆盖100%的 sRGB 色域，86.3%的 P3 色域，平均色偏呢是2.0。标准模式平均色温呢是6200K 左右，略偏暖，建议手动调整一下色温波纹，平均色偏呢是1.1。不过目前这波 8T LTPO 屏幕给我的感觉就是屏幕的品控一致性差异会比较大，尤其是可视角度这一块。我们手上这台 Magic 6稍微倾斜角度，屏幕右侧呢就会出现相应的偏红，可视角度对比 Magic 5系列呢是倒退的。Magic OS 8.0 整体的功能交互变化还挺多，功能性和应用性相比之前的7.1都有进步。比如说现在桌面空白处下拉，终于是可以设置呼出为通知和控中心，而不是之前的只能搜索或者说关闭。这方面反倒是鸿蒙 4.0 也要落后了。之前荣耀的机子默认高刷策略都偏怂但是现在高刷选项里终于是有刷新率自定义功能了，动动手指就可以变成满血120赫兹。整个系统动画呢更加丝滑，很少遇到掉帧，而且多任务连续切换 ，App 的响应速度呢也不错，没啥迟滞感。大文件夹除了常用的9宫格，现在也可以设置为18宫格和3宫格，单个 App 也可以扩展为4宫格，将部分应用内功能提及显示。音量条有了毛玻璃效果，但是音量调整还是比较简陋。如果要调整媒体音量或者说铃声，需要进入2级设置页面去调整。害怕、橘子、卡乐这些呢都可以直接在音量条上设置。虽然说仅有1颗摄像头，但是也能够实现隔空手势和快捷支付等操作。注视感知功能上，相比上一代呢也更加灵敏。长按文字触发内容拖拽的任意门也比较新奇，能够提升部分场景的操作效率。这次 Magic 6系列呢，也是加入类似于灵动岛原子通知的灵动胶囊功能。目前测试下来，一些系统基础应用和听歌视频 App 呢做了适配比如说录音倒计时可以正常上岛显示，点按呢会显示大胶囊。视频类 App B 站呢已经适配了 ，UI 腾呢还不行。地图类、外卖类暂时呢还无法上岛。用美团点单之后，不会在顶部显示订餐的进度条。不过综合用下来，荣耀这个灵动胶囊功能需要优化的地方还有很多。一个是上岛动画比较割裂，自带应用有上岛动画，第三方应用呢有些有上岛动画，有些呢是没有的。B 站如果不开启小窗模式播放，那么上岛之后视频呢会直接暂停，需要重新点一下播放才会有声音。另外不知道是不是 bug 还是说适配逻辑问题。如果说当前有应用在岛上比如说有个倒计时，那么这个时候你打开一部分能上岛的应用，不管你有没有播放视频音乐，退出动画呢会直接变成上岛动画。而点击胶囊，岛上呢是没有任何播放信息的。系统广告方面，进入负一屏，这一次呢终于不再是默认开启资讯信息流了，不过负一屏中间呢依然有我的服务功能板块。点进去之后，会有许多类似于小程序的第三方应用。日历中移除了功能订阅和推荐，不过这个天气 App 广告呢仍然是一个没少。点击任何一个地方还是会跳转到新的页面，往下滑呢就是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了。Magic OS 8.0 之后荣耀这边呢也是进一步和华为生态做了切割比如说原先的华为钱包变成了荣耀卡包，界面和布局都进行了重新设计，云服务也升级为荣耀云，用户隐私和隐私声明呢也换成了荣耀自己的。往年Magic 标准版除了主摄传感器比 Pro 小，通常呢还会阉割光学防抖。今年 Magic 6呢就要好许多 ，Pro 同款 OV50H 光圈呢是 f1.9， 有光学防抖，长焦呢是2.5倍小底加光学防抖，超广角支持自动对焦，传感器型号呢为之。Magic 6主摄日常成像风格上总体偏鲜亮，相对于另外2台画面观感会略偏暖些。大部分场景的动态范围表现不错，画面的曝光亮度呢会比实际场景略高一些。有些画面观感呢比较 OK， 但是也有部分画面看起来会有些泛白缺少足够的明暗对比。这次取景空画质相比以前呢是进步挺大的，和小米14类似，做了实时 HDR 预览。这方面 iQOO 12呢有些尴尬，同样 OV50H 预览画面反而要差些。2倍模式做了基于主摄的高像素裁切，实际解析力方面介于 iQOO 12和小米14之间。目前的主要不足，我觉得还是夜景环节。Magic 6很多夜景乍一看呢小图观感还行但是放大看暗部细节存在比较明显的涂抹痕迹，尤其是在暗光环境下。对于灯箱的高光压制效果呢也要差些比如说这组耐雪的茶的灯箱，明显的是没算好，绿色部分没有准确还原。在拍摄一些白色灯箱时，也容易把灯箱压成灰色，不符合实际的灯箱光源明暗对比。有时候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蓝色描边的情况。在镜头模组、传感器硬件本身没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基本呢还是算法方面的锅了。2.5倍长焦，实际等效焦距呢是68毫米，取景范围和iQOO 12的3倍接近，但是因为是小底方案，再加上日常拍摄4合1之后呢只有800万像素，原生2.5倍的解析力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明显不如iQOO 12，也不如小米14。
好在5倍模式做了超分算法，这个时候解析力虽然说不如 iQOO12的 OV64B 3倍潜望啊，但是对比小米14的 Gen 1解析力呢还是要更强些的。到了10倍模式，小米14和 Magic 6实际画面基本是不太可用了啊，只有 iQOO 12的 OV64B 呢表现还能接受。晚上 Magic 6长焦的画质下降比较明显，有时候呢还会遇到前一张变成主摄裁切，后一张又切回长焦的情况。加上这颗长焦并不支持微距拍摄，长焦的综合素质显然是不如 iQOO 12的 OV64B 3倍潜望啊，同时呢也要弱于小米14的 Gen 1 3.2倍。至于超广角，白天大家都是大差不差 ，Magic 6的视野更广 ，iQOO 12的画面细节略好些。晚上拍摄的话，3台机子里面 Magic 6的整个画面纯净度还是要差些，算法导致涂抹痕迹会比较明显。外围规格方面，祖传的短焦指纹依然没有变，当然这方面 iQOO 12和小米14呢也一样，都是短焦。体验上小米14因为是小屏，解锁位置偏下的问题不会像6.7英寸级别屏幕机型那样难受。马达从上一代的入门级 Z 轴变成0809但说实话，这个马达震感在今年4000加档位依然是比较差的一档了。同价位的 iQOO 12用的是0916规格，哒要强很多。小尺寸机身小米14则是通过定制加厚的0809，达到类似于1010的效果。标配50瓦充电好评，我觉得2024年高功率无线充电也是时候作为各家中杯旗舰的标配了。建议 iQOO 12 X100 放在 X7呢都能跟进一下。导航方面呢，这次没有阉割，支持双屏 GPS 和3屏北斗，红外全功能 NFC 呢也都有。扬声器效果大家可以滑到视频结尾，戴上耳机视频对比一下。简单小结播Magic 6的后摄 Deco 造型谈不上好看，但是整机的质感对比上代呢提升明显，尤其是在相对不算厚重的机身下，塞入了5450毫安时电池，配合骁龙8 Gen 3，续航在同价位中杯机型里面表现出色。关键是这一次游戏性能表现不错，一改上代标准版拉垮表现，还支持50瓦无线充电。全新升级的 Magic OS 8.0，系统稳定性不错的同时，还改进了许多功能动效也更加丝滑了。人机交互体验下来，综合来说算是提升比较大的一次了。缺点呢是66瓦有线，对比同价位中杯回血速度慢了些，而且都4399元起步了，指纹还是软胶，马达呢还是0809入门级。主摄相机硬件规格虽然说不错，但是算法有待进步，尤其是晚上的表现。至于这个2.5倍小底长焦，放在今年同价位机型里确实不太够看了。产品本身来说，我觉得这个机子应该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Magic 系列综合表现最好的中杯机型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一款产品光跟自己比还不够，还要看整个市场环境。今年各家中杯机型的卷度可以说是空前，把 Magic 6放在一堆中杯机型里面，定价呢还是偏高了些。结合上一代 Magic 系列的跳水力度完全可以等一波降价，再和明哥交个朋友。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平台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